美国想让台积电变成美积电，运用焦土战略榨干台岛的最后价值。他想得太美，哪怕是焦土，它也是我国的领土。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中评 Talk。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国用焦土战略恐吓谁呢？一直以来，台湾问题都是我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可奈何美国总想着用各种方式拨弄中国这块逆鳞。今年11月底，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一份对我国军队整体实力的评估报告，里面提到了我国近年来的军力发展以及他们对此做出的一系列揣测评估。比如说，我国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天基情报监视侦察能力，美国人认为虽然中国目前尚无法做到覆盖全球，但已经可以实现全战区覆盖了。再加上反舰弹道导弹，解放军有足够的能力对战区范围内美军航母舰队进行精确打击。所以美国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美军如果跟我国在周边海域开战的话，那他们是没有多少胜算的。也就是说，美国自己都承认了，他们想通过军事手段来阻止我两岸统一，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但美国岂肯就这么轻易放弃台湾这张底牌呢？台湾还有美国最后的利用价值，也就是美国要用台湾来挑动台海风云。最近对台湾实行焦土战略的声音在美国内部是越来越大了。事实上，早在去年的时候，美国就有人提出了所谓的焦土战略，当时的说法是摧毁岛上包括台积电在内的所有关键产业，要把整座台湾岛变成一片焦土，以此来恐吓解放军，迫使大陆放弃统一台湾。但现在看来，恐吓解放军恐怕只是美国打出的一个幌子，美国真正的目的其实是恐吓岛上的关键产业，让他们全部流向美国，真真正正的榨干台岛上最后一丝价值。而从11月初开始就有了台积电正在变成美积电的传言，因为台积电打包了大约300多名员工及其家属前往美国定居。不仅如此呢，后期还打算继续打包1000多名工程师与其家人送到美国。除此之外，台积电还将在美国投入大笔资金建设多家芯片厂。12月初，台积电斥资120亿美元在美国建设成的第一家芯片厂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举行了开业典礼，拜登也都亲自出席了这场典礼，还高调宣布美国制造业回来了。但美国制造业是真的焕发新生吗？还是因为大量外资的流入才短暂的回光返照？相信大家心里都有答案。话说回来，等到台积电真的变成了美积电，台湾地区的经济价值真的被彻底榨干的时候，恐怕就更可能成为美国弃子的时候了。不知到那时，2000多万台湾人没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龙头，还如何有经济活力呢？这美国的算盘当真是一点都不为台湾考虑。或许最后两岸统一之时，台湾地区将只会剩下一个废土一般的空壳，后期重建以及安抚台湾群众将会分散我解放军的大部分精力。说不定美国还觉得可以一边继续在芯片行业卡我国脖子，而一边又继续为部分顽固的台独分子提供支持，破坏岛上的和平稳定，让台岛成为我国永远流血的伤口。不过呢，美国未免是小看了我国统一的决心与能力，哪怕是焦土，那也是我国的领土，也必须回归。美国搞的这些阴谋手段，最多就是在我国崛起的路途中制造障碍，但光凭借这些就想阻止我国崛起是绝无可能的。无论如何，台湾必须回归，台独分子必须受到清算，而我们国家呢，也必定能够突破重重封锁，走向光明美好的未来。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留言关注，我们下期再见。